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再重申一遍，你们何时开始交往的？林丹丹，我给你面子了对吧？爸爸的声音再次提升了几度。我今天是来告知你，我和小岑即将结婚，并不需要你的同意。你这是在扮演审讯官吗？眼看紧张气氛即将爆发，江岑轻轻挣开我爸的臂弯，朝我靠近了2步。丹丹，别想太多，姐姐离开之后，林哥一个人有多孤独，你很清楚。现在有个人来照顾他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还有，他轻抚着稍显突出的小腹，医生告诉我，我怀的是个男孩，你很快就会有个弟弟了。等你嫁人后，也多了一个可以为你出头的家人，难道不好吗？我露出冷笑，我需要他为我出头，可能是我的不屑神情太过显眼。我爸明显要为江岑说话，什么丹丹，现在你是长辈，他是晚辈，等我和你江岑阿姨结了婚，他叫你一声妈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见我准备反驳，我爸不耐烦地打断了我，好了好了，怎么称呼先不急，我们今天来，除了要告诉你我和小岑要结婚的事，还有一件事。他摊开手掌向我伸了过来，之前交给你的房产证呢？拿出来，我要重新过户。我爸口中的房本包括2套郊区的别墅，5套市中心的房子，3个商铺，总价值超过1亿，全部在我妈去世前2个月换成了我的名字。要不说我妈精明呢，知道男人靠不住，于是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，趁着头脑还清醒，逼着我爸答应了将夫妻之间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划拉到我名下，该过户的过户，该改名的改名，该公证的公证，反正就是尽他最后的努力，保证女儿接下来的生活一事无忧。至于同床共枕了一辈子的枕边人，如果他老老实实的，相信女儿会善待自己的父亲；如果他偏要花花肠子，呵呵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分钱没有，我看你拿什么去瞒酒。其实我妈这样做是有原因的，她看过太多有了后妈就有后爹的故事，因此不得不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费尽心思为我筹谋。当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我爸也不算老，才50多岁就被完全剥夺财政大权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现在想想，还好有我妈当初的坚持。这不，好戏开场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房本？你说的是哪个房本？过户成谁的名字？我爸双手在空中一挥，就那个几个月前在医院的时候。哎呀，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你把他们都拿过来，我自己挑。我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。你觉得这种东西我会留在家里吗？当然是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啦。那你现在就去一趟银行，把它们拿回来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也省得你来来回回跑了。说完，我爸就拿上车钥匙，往大门口的方向移动。走了好几步，一回头，却发现我还在原地。嘿，你没听到吗？我让你跟我一起去银行，早点把事办了，马上就周末了，人家房管局不开门的。我看了眼新做的指甲，慢吞吞地吹了口气。我只是问你哪个房本，又没说要给你，你激动什么？林丹丹，我爸3两步跨回到我跟前，你逗我玩呢？我让你把房本拿出来，你听到没有？那本来就该是我的，老子爱给谁给谁。你当真以为你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了吗？说完，他还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江岑的肚子，而江岑也非常配合地撑着肚子往前又挺了挺，就像是在宣示主权。很好，你不提我还差点忘了，这儿还有一个等着继承你林国栋财产的胚胎呢。
可惜呀，可惜，不管是唯一也好，唯二也罢，你现在两手空空。我看等他生出来后，还能来继承些什么？那天，我爸和江岑在我这儿什么也没有唠叨，两人不甘心地离开了。虽然临走前他放话要给我好看，可我实在想不出，就凭我珍珠刘亦菲的称号，他还能怎么让我更加好看？待他的车子消失在监控镜头，我立马打开了家里摄像头的备份，因为我家是做珠宝生意的，因此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。平时没事发生的话，我也不会特意去查看那些视频。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了，那这些视频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江岑是什么时候和我爸在一起的？第一次看到他还是在2年前，那时我陪妈妈一起视察我们公司旗下的几间珍珠零售店，江岑就是其中一间店的柜姐。已经30岁的她，身材纤细，皮肤白泽又红润，看起来就像才20出头一样。后来江岑遭到了家暴，我妈看她可怜，就收留了她。在她走投无路时，甚至将她带到了自己家，让她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学习。而她这个人吧，真的跟我妈说的一样，嘴甜，会来事儿，也很勤奋。我家明明有保姆，她还抢着干活，一会儿给我妈煲个汤，一会儿给她按个摩的，还说不能白住，不然心里不安。几个月过去，有意逢迎的江岑和我妈越发熟络，好的都快以姐妹相称了。她身上那些伤痕早已消失，新工作也上了正轨，离婚证也拿到了手。我妈闲得无聊，就开始琢磨给她再介绍个对象。可江岑总是笑笑拒绝，说自己刚跳出一个火坑，还不想那么快又跳进另一个。现在想想，他这哪是怕进火坑啊，他分明是看上了我爸，一个有车有房有钱，还坐拥几家公司的成功男人。我一边翻着监控记录，一边想着江岑的过往。摄像头我是买的半年备份，因此从6个月前开始看起。6个月前，也就是我妈去世前3个月，那个时候她刚刚查出了癌症，开始住院治疗。我估计也就是那个时候，给江岑和我爸创造出了机会。我快进着视频，一开始貌似一切都很正常，直到4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。那时正是夏天，我看着视频里的我爸，先是一个人在客厅里喝酒，过了一会儿，江岑就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刚洗过澡的样子，头发还湿哒哒的贴在身上。他走过来跟我爸说了2句什么，我爸就开始给他倒酒，一来二去的两人就喝上了，然后越挨越近，举止也越来越亲密。最后直接在客厅的沙发上啃了起来。我按下了暂停键，看着监控右上角的时间，7月29日。我翻出手机，发现那一天正好是妈妈做手术的日子。我记得那天我一直在医院里守着，下午的时候爸爸说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家休息一会儿，让我等手术结束后打电话给他。可是之后他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。原来我的好爸爸在我妈跟死亡搏斗的时候正沉醉温柔乡呀。而且凑巧的是，我妈做完手术的第2天，也就是7月30号这天，正好是他提出要将房子过户给我的日子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一晚我爸刚好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，心虚，于是没有任何反驳的就在过户协议上签上了名字。我握紧拳头，忍着恶心将监控拷贝了好几份，想着两人在我这里没捞到好处，肯定还会有下一步动作，于是先一步通知了公司的财务小张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让我爸从公司账面支走1分钱。挂完电话，想了想，
我还是决定将事情告诉我男朋友宋阳，以免被人借着我的名义从他那里捞钱。2天后，我突然接到了小张的电话，果然，我爸去了公司，但任他如何砸杯子、甩脸子、摆老板的谱，小张都坚持住没划给他1分钱，最后还叫来了保安，把他请了出去。我心中一片虚息，他闹成这样，是连脸都不要，直接豁出去了，是因为爱情，还是因为怀的男娃？当初我妈生下我后，我奶奶一看是个闺女，就让我妈好好休养身子，争取来年再战抱个小子。我妈当时就说了，这辈子就生这一个，反正家里正好是做珍珠生意的，来个闺女不正好是掌上明珠吗？我爸拗不过我妈，笑话，公司是我外公外婆一手创办起来的，他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呢，哪敢对着干？可估计从那时起，没有儿子的那根刺就在心里扎下来了。因为我发现，从小到大，他对叔叔伯伯家的侄儿都远远要比对自己亲闺女好。自从我爸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之后，我就一直等着他的下一步行动。终于，我等到了。这天是我爷爷的80大寿，虽然我跟那边的亲戚关系不咋地，可老人家这种大日子还是不能缺席的。我估摸着今天的宴席不会那么简单。宋阳怕我吃亏，说要陪我去，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某些亲戚丑恶的嘴脸。寿宴是在酒店的包间里举办的，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我睒了一眼，人不多，就2桌，什么叔叔伯伯姑姑的拖家带口全来了。然而让我意外的是，江岑居然也在。他到底以什么身份来的呢？酒过3巡，我突然听到爷爷在叫我的名字，干丫头啊！我心中呵呵2声，好戏终于要上场了吗？干丫头啊，你跟宋家小子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呢？爷爷问。我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说，不知道啊，本来是计划的明年初，但妈那件事以后，我想着要给她守孝，就提出推迟婚礼。宋家也同意，至于具体时间，再议吧。见我提到我妈，爷爷老脸上多了几分不自在，不过很快他就调整好了情绪，接着说，你看啊，当初你妈妈生病，脑子糊涂了，让国栋把房子全转到了你名下，虽说是为了满足他生前最后的心愿，可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谁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就办了，这不好吧？现在既然都走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了，按我说，这房子的事儿咱是不是应该把它改回来？这样吧，今天趁着大伙儿都在，爷爷呢就主持一下公道，做主把你妈那部分全留给你，你爸1分不要，但是你爸那一半呢，你得还给他，怎么样？我这样的分配还算合理吧？席面上的人纷纷附和，说老爷子对孙女是真好，一个女娃娃还给他留那么多钱，要是换了别人家，能不能给孙女剩1/10都难说。反正女娃早晚都是要嫁人的，要那么多钱有何用？还不如帮衬叔叔伯伯家的堂兄弟云云。爷爷满面红光的听着众人对他的评价，笑得脸上褶子都多了2条。我爸也不例外，坐得板板正正的，听着一帮亲戚对他的恭维，庞佛车子房子票子都已经到手了似的。我看着这一切，觉得有点好笑。慷他人之慨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总算见识到了，林国栋和我妈20多年的夫妻是没错，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均分也没错，可我妈留给我的那些房子，大部分都是我外公外婆留给她的呀。我妈处置自己父母留下来的资产，为什么要跟你商量？你是出过一笔首付啊，还是给房子搭过一块砖？幸好我妈深谋远虑，要不然我和我爸对这个财产的分割还有的争呢。
既然是我外公外婆挣出来的家当，现在又合法合规的在我名下，我是脑子秀了才会将他们让出来，留给林国栋。我微微一笑，不好意思啊，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是不会让出来的。帮人脸上的笑一下凝固了，爷爷急忙道：我都说了不全要，这不还给你留了一半吗？做人不要太贪心了。我笑笑，可我就是贪心怎么办呢？要不您把您那一份身家也留给我吧，虽然知道没几个钱，但多少都行，我不嫌弃。你，爷爷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一旁的姑姑赶紧给他拍胸口顺气，干丫头也太过分了吧，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还好今天这里都是自家人，不然到时候你这不孝的名声传了出去，我看你未来婆家还会不会同意你进门？大伯母阴阳怪气道：这就不麻烦您操心了，我跟我男朋友还有未来婆婆感情好着呢，他妈妈天天念叨着恨不能早点把我娶回家。婶婶听闻撒了撇嘴，既然你都那么有钱了，未来婆家对你也看重，你就不能稍微松松手，让一些给你爸爸吗？你也知道你马上就要有弟弟了。他不提这个弟弟还好，一提我就更来气了。弟弟？哪个弟弟？谁不知道我妈一辈子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，哪里冒出来的东西也敢自称是我弟弟？这话可一下惹恼了我爸，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不管你认还是不认，你从肚子里揣的就是你林丹丹的弟弟，就是我老林家的根。怎么，你做姐姐的吃香喝辣，却连口汤都不舍得留给你弟？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当初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把你扔粪坑里淹死。嘿，我这暴脾气给你脸了是吧？我也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林国栋，就算借你10个胆你也不敢。当年没有我外公外婆的扶持，你现在在哪儿掏大粪还不知道呢？伏低做小了一辈子，怎么我妈一走就露出真面目了？我妈怎么没把你一起带下去？林丹丹你……我爸挽起袖子就做事要打我。今天我非教训教训这个不孝女，让她知道谁才是她老子。我一点不怵，昂着脖子继续嚷道：要不是嫌改名字麻烦，你当我真稀罕跟你姓啊？江岑肚子是我逼着你俩搞出来的吗？既然不是，那跟我有屁的关系？谁弄出来的谁负责，负不了那个责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，让他去公安局告你，再要求个几10万的赔偿也不是不行。我爸闻言一下转头看向了江岑，江岑连连摆手表忠心。不是，我怎么会呢？我笑笑没理，直接拎着包走出了包间，剩下的就让他们狗咬狗吧。撕破脸后，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听到那边的消息，甚至一度以为他们放弃了。毕竟逼我过户这种事，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不可能。与其跟我耗时间，还不如趁早找别的出路。更何苦在那之前，我爸跟着我妈在这一行干了20多年，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渠道和人脉，只要肯干，不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。渐渐的，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。经过2家商量，我和宋阳的婚礼也推迟到了明年的国庆。虽说看起来还早，可该准备的一些东西还是得尽早准备上。就比如说婚礼上需要配藏的珠宝，我和宋阳2家都是做珠宝生意的，定制个项链、耳环、戒指什么的，自家公司就有一大堆设计师和镶嵌师。可是有一件珠宝，我却想找更好的设计师来完成，那就是婚礼上要佩戴的王冠。20年前，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，我们一家3口曾去澳大利亚旅游，路过悉尼的一家珠宝店。
当时的我被橱窗里一颗美丽的宝石吸引住了，怎么也挪不动脚。妈妈笑我不愧是她女儿，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欣赏能力，然后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店里。后来我妈直接刷卡买下了这颗3克拉的阿盖尔粉钻，说要留给我做嫁妆。如今妈妈已经不在，可我却希望她留给我的这颗钻石能够代替她出席我的婚礼，做王冠上最耀眼的主食。宋阳知道我的心愿，特意托关系找来了我最喜欢的台湾珠宝设计师。他以前的作品获得过不少国际大奖，还被全世界的收藏家所收藏。见面的当天，经过短暂沟通，他提笔就在 iPad 上画下了几个简单的构想。然而，若是需要更精细的设计方案，设计师坚持要看到那颗粉钻的实物才可以。他说，任何一颗宝石都是有生命的，作为设计师，他需要与被设计的对象进行面对面的观察，这样才能进发出独一无二的灵感。没法，我只好回家去取那颗粉钻。然而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在经过一道又一道安保措施，最终打开我书房的保险柜后，我却发现那颗价值不菲的粉钻居然不翼而飞了。同时消失的还有保险柜里一些的金条。贼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赶快翻看书房的监控视频，却发现2周前的一晚，监控被莫名其妙关闭了15分钟后又恢复了正常中。而诡异的是，我的报警系统居然也同时进了声。这是何方神圣，有如此大的本事？我找到家里的保姆，问他2周前的那晚家里可来了人，或是有什么异常。保姆一开始支支吾吾的，还不肯说，后来见我动了真气，才如实道来。原来我爸那天跟他说，他给我带了件神秘礼物，想缓和一下父女关系，让他帮忙保密，到时候好直接给我一个惊喜。就这样，没有防备的保姆就将他放了进来。随后的事就简单明了了，我通知了宋阳，说设计的事儿要延后，紧接着就打电话报了警。警察来得很快，检查了监控系统，确实有被黑客入侵的痕迹，又检查了保险柜周围，可惜只提取到我的指纹，但他百密一疏，警方在保险柜前方的地上提取到了2枚清晰的鞋印。书房是我家的禁地，平常的打扫都是由我负责。可惜自从我妈去世后，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无心工作，也没有精力打扫书房，因此落下了厚厚的一层灰。这次要不是因为设计王冠需要用到粉钻，我可能也不会踏进那个房间。没曾想，就是因为我一时的懒惰，却给我们留下来一个重要证据。经过对比，那双鞋印正是我爸专用拖鞋的鞋印。早在他跟我摊牌要英江岑之前，2人就在外面偷偷筑起了爱巢。当时他跟我的说法是不想在这里触景生情，想换个环境生活，所以他大部分的东西都搬了出去，只留下了小部分私人物品，就比如他的拖鞋。警方立刻传唤我爸，可他却硬是咬紧了牙不承认，说自己那天晚上就是去给我送个礼物，压根儿没进过书房，还说那双鞋就在那里，谁都可以穿。你怎么知道不是什么小毛贼穿上，然后栽赃嫁祸给他的？我冷眼坐在派出所里，看着他对着警察叫嚣的模样，心寒到了极点。我以为那颗粉钻代表了我们一家3口曾经的美好时光，是妈妈留给女儿的嫁妆，是她对我未来的期盼。我爸再怎么混蛋，也应该不会有动他的念头。可是我错了，人性呢，在金钱和现实面前不堪一提。
办案警察跟我说，因为监控被切断，而那2枚脚印也确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只要我爸死不承认，他们也还真的不能把他怎么样。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。宋阳这个没眼力劲儿的，还非得说让你不听我的话，早告诉你把粉钻放银行保险箱，你非不听，你连土地使用证都能放银行，这个怎么就偏偏留家里了？多招贼呀！我本来就烦，一听他这样说就更烦了。老娘就想把他留家里，不行吗？我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想看着他，可不是被人遗忘在银行保险柜里，1年都见不到一次阳光的。宋阳见我发了火，连声给我道歉，说他只是一时口快，不应该受害者有罪论。可我不吃他那一套，烦死了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宋阳说让我放心，警察这边没线索没关系，他一定会把钻石给我找回来。我问他怎么找，他说偷钻石的人拿到钻石后，总不会一直放在手里吧？只要一交易，那我们自然就知道钻石在哪里了，还能顺藤摸瓜找出背后的人。宋阳这话果真没错。只过了几天，我们就在同行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，一个比利时来的珠宝商人最近走了大运，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收到了一颗极品阿盖尔粉钻。收到消息的我和宋阳对视一眼，心有灵犀的我们立刻就有预感，那颗极品阿盖尔粉钻就是前不久我丢失的那颗。等我们通过警方联系上那名比利时商人时，他一开始还不承认，知道自己是花了实打实的1000万人民币买下来的，就是他的东西了。听到1000万这个数字时，我都快要吐血了。20年前，我妈花200万买下的钻石，在当年，这可是一套北京4合院啊！20年后，居然1000万就卖了。经过警方与比利时商人的周旋，我们这边又出具了钻石的高清图、编号、当年的购买记录以及报警记录以后，那人不得不拿出了钻石，果真是我丢失的那一颗。得知他购买的是赃物后，那人也是气得连连跺脚，还直。我说怎么会这么变，还以为捡了个大漏呢。不行，我要报警。咦，警方查看了他的转账记录，果然收款方就是林国栋，我爸。于是再一次的，我爸被请进了警局。一开始他还嘴硬，说那怎么能叫偷呢？那是20年前自己和老婆一起买的，他有办的处置权。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母亲病危时他俩共同签署的文件，上面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写着，除了那些不动产外，母亲私人拥有的所有珠宝首饰，包括20年前购买的粉钻等等，都归女儿林丹丹所有。看到那份文件，我爸一下烟了，不难道你妈真狠，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啊？我冷眼看着他说，不是我妈狠，是你绝情才对。钻石是追了回来，但至于要不要起诉我爸，鉴于是家事，警察让我们自己决定。我这边还没想好呢，就听说比利时商人先按耐不住把我爸给告了，因为他想追回那1000万，但我爸拒不配合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当时就惊掉了下巴，我爸这么猛的吗？1000万呢，够他进去才几年缝纫机的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不是他不想还，而是他压根还不了，因为那1000万丢了。要不说江岑也是个猛人呢，在听说钻石被找回来后，他第一反应就是这到手的1000万要飞走了。于是他连夜给我爸留下纸条，说那1000万是他肚里孩子从小到大的抚养费和教育经费，他先拿走了。至于比利时商人，那怎么交代？
你不是还有个有钱的女儿吗？去找她呀。哦，对了，孩子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她好好生下来，抚养长大，到时候回来跟你相认人。据说我爸拿到纸条后，先是大骂了江岑一通，可思前想后，终究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因为江岑肚子里还怀着他林国栋的种，他们林家的根，偷钻石的是我爸，出面卖钻石的也是他，最后还不出那1000万的还是他。江岑以为他自己什么也没干，可以以孩子抚养费的名义拿着那1000万拍拍屁股走人。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那1000万属于赃款，第三人取得赃款赃物时，若构成善意取得，则不予追缴；若不构成善意取得，则必须追缴。抚养费虽然说得过去，但1000万的数额明显超过了杭市本地的生活标准，因此超出部分应当追回。但是在找到他之前，我爸还是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。如果还不出钱，那等着他的必将是牢底坐穿。他只好又求到了我这儿。丹丹，这事儿是我做错了，但你真的能够眼睁睁看着爸爸进去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你问我干嘛？问你那个相好的呀，又不是我卷走了你的钱，他都能心安理得地看你进去。我作为盗窃案的苦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可我是你爸爸呀。林国栋急了，那又怎样？你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爸爸，找你们林家的根去。后来我爸还是想办法凑到了1000万，还给了比利时商人，商人也随后撤销了对他的指控。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冲去了宋家找宋阳。是不是你给的钱？我都说了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让他自生自灭好了，你怎么还给他钱？我气嘟嘟地说。宋阳好笑地拉着我坐下，我还不知道你，最多晾他个3-5天，哪还能真把你爸送进去啊？为什么不能？他都能干出那样恶心的事儿，我还不能让他进去几天受点教训了？宋阳递给我一张纸，看看吧，这是什么？我接过来一看，白纸黑字的，还盖着手印，欠条，我爸写的。宋阳嗯了一声，说：1000万，写张欠条，不过分吧？你看上面还约定了详细的还款计划和日期，如果到期他不还钱的话，凭着这张纸随时都可以起诉他。说完，他将那张纸小心地放进文件袋，交给了我。给我的，我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你的爸爸还是由你来决定吧。怎么说呢？有了这个，也算是多了重保障。他以后不敢再随便来招惹你了。粉钻失窃的事就这样告一段落。虽然江岑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，但我爸这里暂时也没出什么幺蛾子。年底的时候，公司要开年会，将平常很难见面的各分店员工全都凑到了一起。年会过半，几个人突然找了过来，为首的那2个我认识，分别是江岑曾经工作过的2家店的店长。我问他们干嘛，2人犹犹豫豫的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还是我看不下去了，指定了其中一人。原来江岑离开第1家店后，她前夫来店里找过她好几次，人当然是没找到，但他也将江岑那些过往一股脑地道了出来。通过2位店长的口，我才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江岑。他说，江岑跟她前夫结婚10几年了，一开始2人还是好好的，可后来一直没有孩子去检查，才发现江岑的前夫有些问题，生不出孩子。她前夫自知理亏，于是对江岑是越发的好，几乎是说一不二。只要是江岑想要的，哪怕是天上的星星，他也要搭个梯子去试一试。可江岑却不满足于此，他明明可以直接离婚的，但不知为何，他选择了继续那段婚姻。但同时，他开始不断地和其他男人交往甚密，
前夫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却始终没有实际的证据。直到有一次他出差，江岑直接将人带回了家里，又刚好那么凑巧被前夫的妈妈，也就是江岑的前婆婆撞见。老人一气之下脑溢血进了医院，前夫这才知道了江岑干的好事。看到自己还在医院的老母亲，本想着睁只眼闭只眼的前夫，这下忍不了了。他回到家就逮住江岑暴打了一顿，这下这个家江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当下就收拾了行李准备跑路。但他还抱着丝侥幸心理，于是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以退为进，说要辞职，接着给自己立了个家暴受害者的人设来获取同情心。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骗了我妈的眼泪。知道真相的我，当时的那个后悔劲儿呀，别提了。要不网上说要少介入别人的因果呢，这不帮忙倒给自己帮出个后妈来了。另一边，为了还债，我爸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，淘珍珠。怎么说，之前也是做了20来年的，即使这几年退休后好吃好喝的养了起来，但有些东西重新上手还是很快的。只是这一回，他再摆不了老板的谱了，而是被我赶到了自家的珍珠养殖场，乖乖的从头做起。我偷偷去看过几次，见他大冷的天，穿着围裙，戴着手套，在那里直播开珠子，人是瘦了不少，但精神头却不错。看来治疗失恋和背叛最好的良药，还得是事业啊。就这么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，说可能有了江岑和孩子的消息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对呀，江岑肚子里那个孩子，算算日子，应该已经生了吧。等我赶到警局的时候，我爸也刚到。哟，前脚刚说完事业是男人最好的疗伤药，后脚他就又原形毕露了。办案的警察给我们看了一段监控录像，一个女人半夜驾着车去福利院门口扔了一个婴儿，在她转身上车的瞬间，视频被按了暂停，再放大，那女人俨然就是江岑。我和我爸大眼瞪小眼望着警察。这时视频是深市警方发过来的，通过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分析，基本确定了视频中的女人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1000万失窃案当事人江岑。她遗弃的那个孩子，我们怀疑就是你爸爸和江岑的亲生孩子。我震惊了，这都什么人啊？不是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吗？而且都拿了1000万了，那么多钱还养不起个孩子。本着看好戏的心态，我提出和我爸一起去一趟申城。当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利院，看到那个孩子时，我爸瞬间就绷不住了，挺大个男人，哭着就要上去抱抱。福利院的老师尴尬地看着他和一起来的警察，这确定是你家的孩子吗？我爸摸了把眼泪，抽着鼻子说，没错，就是我林国栋的孩子。你看这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还有小嘴，跟我小时候是一模一样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才1个多月大的婴儿，你能看出来个屁？虽然是警察陪着来的，但按照流程，我爸还是需要和小孩一起做个亲子鉴定，才能把他领回家。而结果出来需要2个工作日，在那之前，就先由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照顾着。临走前，我爸抱着小孩亲了又亲，摸了又摸，嘴里还念叨着，宝宝乖呀，过2天爸爸就接你回家去。看得我是好一阵无语。林丹丹呐，林丹丹，你说你干啥来了？这场戏就非看不可吗？同时，申城警方也通过追踪那辆车的车牌号，找到了江岑。也许是刚生过孩子的原因，才几个月没见，江岑肉眼可见的更富态了，跟当初那个身伤痕的江岑判若两人。想来
有了那1000万，他的日子应该过得很是滋润吧？也许是联想到江岑过去几个月的滋润生活，又想起自己大冷天在养殖场开蚌的苦逼日子，我爸一见面就嗷嗷地扑了上去，卷了我的钱就跑，害得老子一把年纪了还要出来打工还债，居然还把孩子给丢了。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打死你！自我和我爸撕破脸后第一次，我和他有了共同的心愿，只可惜一旁的警察又怎么会让我们如愿呢？当场就将他俩隔了开来。警察一边警告我爸不得生事扰乱他们办案的秩序，一边就开始审问起了江岑。还是2个中心思想：第一，那1000万在哪？第二，为什么扔孩子？出乎所有人意料的，江岑在听完警察问的问题后，非但没有老老实实交代，反而咯咯咯地大笑了起来，一直笑到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他才说：林国栋，也是我运气不好，既然你们都找到我了，那我也不躲了。1000万我花掉了一些，剩下的你都拿走吧。至于孩子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养，你要是要，就带回家自己养去吧。说完这些话后，他就开始保持沉默，无论问什么都不回答了。没办法，警方只好先把他收押了起来，准备过几天我们回杭市的时候再一起将他带回去。2天后，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，我爸还特意收拾了一番，准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他的儿子林家宝。然而，当我爸兴冲冲地拿到亲子鉴定报告时，他的笑容突然凝固在脸上。报告上明确写着，那个被遗弃的孩子与他并无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。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我爸呆立在原地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这不可能！我亲眼看着江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？我爸怒吼着，声音中带着无尽的不甘和绝望。警察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林先生，鉴定结果已经很清楚了，或许你应该庆幸，至少你不用为这个孩子负责。我爸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口中喃喃自语：江岑，你这个骗子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我看着陷入疯狂的我爸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虽然我早就对江岑的动机有所怀疑，但无奈我爸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。如今他终于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。在回杭市的路上，我爸一直沉默不语，他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，眼中失去了往日的光芒。我知道这次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，他不仅失去了爱情，还失去了对江岑的信任和对未来的憧憬。回到杭市后，警方立即对江岑进行了审讯。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，江岑无法再抵赖，他承认了自己利用我爸的感情骗取钱财的事实，并交代了那1000万的去向。原来他将大部分钱都转移到了一个海外账户上，准备随时潜逃出国。警方迅速冻结了江岑的海外账户，并追回了部分赃款。然而，大部分钱财已经被他挥霍一空，无法追回。我爸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再次陷入了沉默。他仿佛已经认清了现实，不再对江岑抱有任何幻想。经过这次事件，我爸彻底变了一个人。他不再沉迷于过去的感情纠葛中，而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。他开始努力工作，赚钱还债，并尝试与我和解。虽然我们的关系仍然有些疏离，但至少已经不再是针锋相对的状态了。江岑最终因诈骗罪被判入狱，在狱中，他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然而，
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。他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，也给我爸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几年后，当我再次回想起这段经历时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或许这就是人生吧，充满了曲折与变故，让人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。我爸在经历了这次打击后，逐渐走出了阴影，他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家庭的责任感，而我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。不要被表面的甜言蜜语所迷惑，要时刻保持警惕和理性思考，珍惜身边的人和事。如今的我已经长大成人，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每当我看到我爸忙碌的身影时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或许这就是家的感觉吧。虽然曾经有过矛盾和争吵，但当我们携手走过风雨，共同面对困难时，那份亲情和温暖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。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亲情的可贵和生活的真谛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，努力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人。同时，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理性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变故，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至此，我的故事也告一段落。然而，生活还在继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